天文学家白姐惊恐地发现，自己1年前向宇宙发送的信息，刚刚竟被外星文明回复了。白姐傻眼了，赶紧将这一情况告诉高层。虽然目前无法破译对方的回复内容，但从发送过来的信号强度丝毫没有衰减，可以看出对方的实力肯定比地球强大许多。高层们面色凝重，询问白姐发送的信息是什么。白姐这才说自己只是发送了一首《常回家看看》，因为音乐是宇宙通用的语言，但由于怕对方没有听觉，自己用2进制将歌曲进行了编码。高层们议论纷纷，最后一致认为外星文明的信号是个威胁，军队需要随时备战。果不其然，当天晚上士兵就监测到地球外正有数以万计的不明物体急速飞来，很快便进入了大气层，随后拖着长长的火尾重重砸进了城市。地球共有2500处地点遭受袭击，人们陷入前所未有的恐慌，军队立刻封锁了现场。但诡异的是，这些物体并不是外星飞船，而是一个个没有切割的金属球。金属球没有辐射，可是周围的电磁场却在不断增强，所幸目前并没有任何危害。除此之外，金属球上还检测出了4种未知物质。白姐猜测对方可能只是想探测地球环境，并没有恶意，但队长却不这样认为，因为金属球不仅数量多，而且所在地均为人口集中区，说明对方来地球前就探清楚了情况。白姐提议可以先摧毁金属球，但队长告诉他，已经有军队在铁球旁丢了2吨炸药，地面都被炸出一个大坑，可金属球却毫发无伤。就在众人一筹莫展时，一个科学家打给了军方。金属球产生的电磁场波动和自己一项研究类似，而这种慢慢增强的磁场会先让人脑溢血，进而身体瘫痪，只有躲进金属容器或者地下才能避免。得知消息的白姐赶紧给妹妹打电话，要她到自己这里来避难，可还是晚了，逃难的人实在太多，妹妹被堵在了路上。焦急的白姐要妹妹在附近找个地下室躲避，妹妹赶紧下车，可却惊恐地发现外星文明的攻击已经开始了。天空被电磁场笼罩，前面的汽车开始一辆接一辆的抛锚，而紧接着所有的电子设备全部瘫痪，城市供电系统也被破坏，手机也彻底失去了信号。妹妹被吓坏了，只能拼命往回跑。而白姐这边，军方也将她强行带进了地堡避难，普通人们则只能自求多福。而灾难过后，幸存者们发现地球上的人类已经锐减了80%，活下来的白姐坐不住了，她骗过守卫，偷偷溜了出去，想去找妹妹，但沿路她只发现一具具尸体，并没有妹妹的踪迹。就在她绝望之时，突然旁边的树林里传来响应，她赶紧找了过去，是一个可爱的小女孩。在刚刚的灾难中，她失去了父母，善良的白姐见小女孩可怜，当即决定带着她接着找妹妹。而就在这时，一道人影突然冲出，原来是队长。就在刚刚，他收到了外星人发出的信号，本想让白姐破解，这才发现白姐溜了出来，他让白姐赶紧回基地，可白姐不答应，她要先找到妹妹。队长无奈，眼下白姐是对外星文明了解最多的人，安全不容有失，他当即决定陪白姐走一遭。而很快他们就发现山下的城市中还有不少幸存者，说不定白姐的妹妹也在那里。一行人赶紧走了过去，可到了之后，几人发现刚刚看见的幸存者已经全部消失了，地上却有一道道因拖拽尸体产生的血痕，沿着血痕一路走去是一个仓库，而刚刚的人已经全部死亡，被堆放到了这里。队长预感到大事不妙，赶紧往外跑。果不其然，一名士兵突然被不明物体击杀，其他士兵发现楼顶上好像有东西，于是赶紧开火。等队长跑出来时，小队已经死伤大半，可他们却连对方的模样都没看清。这时队长发现白姐不见了，原来白姐带着小女孩趁乱逃进了超市。慌乱中，白姐不慎被尸体绊倒，而更糟糕的是，她前方传来了怪物的脚步声。就在白姐以为自己即将西北时，幸好队长带人及时赶到，这才打退了怪物。队长没有看见小女孩，赶紧询问，而被吓懵逼的白姐此时才发现，刚刚她只顾着害怕，连小女孩走散了都不知道。与此同时，惊慌的小女孩还在到处乱跑，听见怪物声响的她赶紧把自己藏进了冰柜，为了保险还把柜门拉上，但这只是给自己找了个风水宝地。怪物逼近冰柜，然后拉开了棺材盖。女孩的尖叫瞬间引起了队长的注意，可当他带人赶到时，小女孩都已经硬了。白姐看着眼前这一幕失声痛哭，此刻她才开始后悔没听队长的话。这时队长告诉白姐，现在连敌人都没看见他们就损失惨重，必须赶紧回基地。白姐终于同意了。临走时，她还想让队长把小女孩尸体背上，这次队长直接拒绝，因为小队里的伤员都忙不过来，一行人就这样无功而返。而白姐也终于决定和外星文明死磕到底。而很快，她就发现了外星信号的源头，竟就在他们基地不远处的山谷中。Cici